你在干嘛？回禀将主，卑职钱红树，听候将主差遣。你以为这闹着玩吗？这打仗会出人命的。回禀将主，卑职知道。哎，三哥，哎，三哥，卑职吴越亲卫第3都小校钱红树，听候使君将主军令。你拉开弓吗你？行了。卑职可以迟钝。骑兵第1项略宣阳门，第2项略营出门，摆步慢守。我叫弟兄们都长点眼，不要靠近营出门摆步之内，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。11个，少50辆，2个马军指挥都用过午饭了。
明军，让齐军回来。赌一把，赌一把。神权天亮！想嚷嚷什么呀？不是你说赌一把吗？我跟你赌一个金刀子，是张太尉给咱们下的套子。啊！这手下倒是个有眼色。张太尉这番扭捏打扮，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。男人将领法度森严，今日打不成了。步军先退，骑兵断后，收兵用饭。太尉，令郎此番错之，颇具大将风范啊！他日成就，不可小觑。不就是从头说到尾，死也不动他吗？咱们在城墙上不也是这般？司空说的是啊，小畜生担不得使君的谬赞呐。吃这饼还堵不住你的嘴啊！来，水酒给我接。再给我一碗。要不是我当时及时拿盾挡住，他又得中一箭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何必？人都死了，败与不败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。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世道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。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的。可世道的错，也是错。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
什么人？滴血！滴血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。偷城！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给我向前！给人给我赶下去！我就是个破寨子嘛，啊！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拽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来了有令，下不得将士们，多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喝。喝酒吗？潼关，赵匡胤，字元朗，正是在下。郭荣，字俊贵。郭太尉家的千里马，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小司空不胜酒力吗？没看见在喝吗？司空就是司空，喝起酒来也是1分3品以上的计较啊！什么司空不司空？小弟钱洪处，字虎子。哎呀，有你在身边，夜间急切的时候，怕是都不用出门了。去你的！大郎，大郎，这儿呢。哪儿来的？太尉赏你的，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。滚！不白喝你的，一起吃。好久不客气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小岁之夜。10年前的小岁，父王问我：“此生何所愿？”我那时好玩，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：“我要出海，我想去看看《山海经》里的鲲鹏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《
天下的阿爹都一个样，心里明明开心的紧，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。我10岁那年，也是小岁，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，我说：万军之中，临敌能陷阵，成未获之功，于愿足矣。当夜便是一顿好打。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问你话呢？没有。真无趣。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，当日便不救你了。生在这个世道里，想要什么，似乎都不对。我记得去年的小岁，我正好在晋阳。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，可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，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。小岁当问来年夜，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节阵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。郭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好美啊！再煊赫的盛世，也终有落日；再不堪的乱世，也终会迎来日出。再一会儿人快啊！好了。第10日了，只怕过了这个冬天，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守城固然艰难，可攻城在贼中，只会更难。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城墙可视，人心不可视啊。最初几日，凭着一腔义气热血，一番高绝后路，
尚可知应。如今时日过去了，渭南多变，人之常情。再加上天寒难耐，狄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。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万兵，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。倒是朝廷这边，号称征朔，有一个天子，却也没有一般呢。朝堂上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，苦撑危局。京师之外，谁还在乎这个朝廷？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？外无必救之兵，则内无可守之臣。罢了。守了10日了，也不知道相公们议出什么征程没有。看来今日是无仗可打了。回去与冯令公复命吧。你说什么？整肃兵马，撤回到皇城里。撤回去？那这城呢？不守了？当日令公颁下的军命，便是守城10日。如今10日已满，君贵兄，你是在与我说笑吗？元朗，撤军吧。趁着现在张燕泽的军队还未调动，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。浴血11日，死了的、活着的，都是好汉子。眼下，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余下这些弟兄，不当枉死。枉死！守城那一日，副帅给了我18个指挥，满编18个指挥，是2221人。如今只剩下800余人。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？柴军贵，你们真他娘的无耻！不会有援兵的。我知道。再守下去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我知道，没有副帅的将令，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。太尉有令，全军撤回成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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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郎，咱就这么走了？娘的，怎么这窝囊！再打也打不动了。撤啊！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！行了。
为契丹会同10年，岁次丁未元月，契丹大皇帝陛下制曰：请有皇王分尊北南，祭墓名誉，告谕四方。兹尔时事，以晋侯之资，困守绝瓮，田不过1城，众不足1旅，危身苟命，自成大唐。朝纲稳于内，政治昏于外，致令天下纷扰，九州板荡，恶殍盈途，触目惊心。朕心敏测难安，唯念苍生之喘。欲解倒悬之机，南州赤子饥寒相望，故兴吊民之师，亲临夜变之间，期以扩清宇内，拯救斯民于水火之中。兹尔少君荒靡失次，善计宗挑，辄敢抗尊，自起信端，冒渎纲纪，涂炭非尔所希，可自去尊号，迁居别业，贬为副议侯，以待明罪。以御史大夫耶律节里之东京汉儿司事，以右卫大将军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权东京留守，军国事务亦应委之。汴州官变，亲卫将校移听差遣，领遵军命。有作奸犯科、狂悖武上者，朕岂吝五行之诛哉！亲哉，勿负朕望，贤使之息。这变完了吗？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我不明白。没有援兵，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。既如此，10日之前又是何必？为了一个体面。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，值得吗？杜令公阵前降敌，张彦泽奔袭京师，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驾前下注，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师，鼎革大宝，君临天下。效仿先帝，也做儿皇帝吗？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，杜令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。此国贼也，汉贼不两立。人心沦丧，无忠无义。在胜负面前，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，而抛弃义。苍生社稷，忠孝节义，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？这世上啊，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，只不过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，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，不能以价格相问的东西，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朝堂之上。你若不算，你便不配站在这里。令公和相公，是想看看如今这天下究竟有谁肯在大势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？北国势大，中原衰微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胜负已定。若让尊兄来选，是压朝廷，还是压契丹呢？可令公与桑某，却只能压朝廷。这10日之战，便是要告诉天下人，
在此人心背离之际，依然还有人在压朝廷。这便是所谓的买卖吗？这是大事，无论是冯令公还是刘令公，都不能逆势而行。桑相公与我说明了那许多，可我还是不大明白。其实桑冯诸公这10日来的作为，是在告诉契丹天子，这中原天子谁都能做，唯独杜重威和张燕则做不得。因为中原之地不需要再有第2个二皇帝。使君来了，好，击鼓，诺。请大刀！大刀！咱们太尉的大旗还要高大。城上有伏兵，哎，都是弓箭，最少30步长。这么大一柱是天财富贵，莫放手了！兄弟们，上！冷静点！再大的富贵，你得能抓到手里才算数。如许大一座京师，能得富贵的所在不止这一处。就是。将性命送在此处，怕不是要冤死了。撤！令公，这是何意？此门曰明德，无德之人不得入此门。我奉契丹天子诏命，请傅义侯移驾别宫。令公，你要横加阻拦。朝廷礼制，此门只得元正日开，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。今天距离元正还有3日，尔等当真要进？哎，纵使此门不得入，一公之事势在必行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，自然祸端。金花银枕乃我朝圣物，非禁足宗亲不可得。冯公如何得来？数载之前，出使上京，有人所赠。陛下所赐，还不快快下马！尔等
带着这许多兵来，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？天子，请你家傅义侯暂居开封府衙，以待天子驾临。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，但是人老了，背会了，也啰嗦了，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。李天子驾临京师之日，此天子是要驾前请罪的，此人是请不了罪的。请官家更衣。侯爵是从三品，降沙符，通天冠，僭越了。官家恕罪，宫中实在找不到合身的三品肤色。莫再叫我官家。官家，永远是官家。邯郸旅客，一梦黄粱，以为不过是话本戏言。今日才知各种滋味。也罢了，就穿这身衣服便是。蘸的黄粱饭熟了。自此天下再无大戒。枢密桑相公，宣徽孟相公，举家罹难。阁门使高勋的叔父幼弟，于昨夜死于兵灾，暴尸街头。相国寺施行大和尚也被乱军所害，连同在寺内避祸的1000余僧俗，无一人幸免。10日来，因战争罹难的军民总数不过3000，仅昨夜一夜之间，死于兵灾者竟高达18000余众。这还只是见着尸首的，未见尸身的未计入内。你是光化2年生人吧？是。末将是光化2年6月生人。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？
楚国夫人深明大义，以身劳君，堪称京师表率。如今开封府内傅义侯一家女眷不下100人，今日是头一日，只有一个楚国夫人，明日便是明公夫人、赵国夫人。圣主一日不得入城，此处便要多伤几人。请老夫出城，因契丹天子入城。是，小子以为，无论令公和桑相公所谋者如何之大，都不应以无辜女子的性命和清白为治啊！司空忒也无礼，戕害楚国夫人，皆因张贼强横跋扈，倒行逆施，与令公和桑相公又有何干？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敢问内汉，我可谓无辜吗？荒谬绝伦！文肃，钱司空，你知道老夫在和桑国乔谋划何事啊？能猜到一些。既已猜到，却还要劝老夫放弃。小子不是要劝令公放弃啊，是想请令公救下这城中一干无辜女子的性命。此事与他们无干呀，他们不当为筹码。桑国乔已然为此事赌上了自家的性命。楚国夫人的性命是性命，桑国乔的性命便不是性命了吗？桑相公是国家大臣，享禄米供奉多年，他可以拿自家性命去当做筹码，却不当殃及无辜啊！这世上当真有无辜之人吗？有。楚国夫人。你呢？啊？老夫是问你无辜吗？小子不无辜。文肃，下官在。劳烦走一番赤冈大营，待老夫与耶律德光传句话，你告诉他，老夫在明德门等他。明德门，陛下，明德门乃京师大宁宫正门，非朔望日大朝，不得开启。冯令公，他打算称臣了吗？令公所思，下臣不敢妄自揣度，但奉命传讯而已。张彦泽这一遭的差遣，办得不错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桑相公说的话。契丹人进城了，你要去吗？当然要去。我是吴越王子，自幼锦衣玉食，享万民供奉。我并非是无辜之人，怎能不去？天子驾临明德门，百官因何不拜？闭嘴！冯令公乃是南朝首相，上不能正君道，下未能安黎民，致使国家破碎，君上蒙尘，令公极不惭愧。有道理。
本该惭愧才是。令公为何不穿朝服啊？大晋已亡，君不再是君，臣也不再是臣。此时只有庶人逢道，故国衣冠，望之伤心，遑论易之。令公既不称臣，汝何复来朝？小老子无城无兵，安敢不来？哼哼，令公是何等的老子啊！无才，无德，吃完老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令公，当日在上京公帐，朕曾说过，他日相见，未必是你来见我。如今，我们在汴梁相见，你令公却是老了许多。陛下却是风采依旧。当日留你留不住，朕便追到了汴梁。令公，你今日还走吗？此地便是故乡，无处可去了。令公，你这是心中有怨气啊？不敢。陛下，崇元殿已收拾停当，请陛下升殿，大朝文武。大郎，这就完了吗？没完。赵匡胤心里知道，楚国夫人丁氏的死，在原本就群情沸然的汴梁人心上，再度浇上了一瓢热油。张彦泽的倒行逆施，依然引发了人神之共愤。京师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，在压抑和仇恨中积蓄着力量。而坐在火山口上的契丹主耶律德光，恰在此时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。百官叩拜。皇令公，君臣之礼不可废。陛下，小老子当跪吗？在大唐的朝堂上，令公也是这般规矩吗？礼崩乐坏了。令公贵理事实事，难不成也是他们自家来问令公吗？小老子侍奉两朝，3代天子驾前，历来都是免跪的。那即便如此，令公能否给朕几分薄面？亡国之人，社稷都没了，哪里还有面子？令公不当跪。大胆！你是何人？胆敢搅扰朝会？简教司空，镇东镇海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，天下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树。
敢问大可汗陛下，四海苍苍，山野茫茫，何以为万民之主？你便是那吴越国的钱弘处。外臣自吴越至京师，一路北上，城郭破碎，人民涂炭。自入京师以来，更有原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纵兵大掠，上至宰府公卿，下至梨树小民，俱受其毒。于开封衙内，凌破故军，虐杀主母，其禽兽之行，人神共愤。如此逆臣，大可汗欣然得以臣之，其圣主之所为。吴越小儿，猖狂到了顶点。朝堂之上，岂敢胡言乱语？忤逆圣主，败坏王纲。朕还未曾许你讲话。钱弘处，你是真的不怕死？难不成你是以为这吴越国离得远些，便不惧朕的军威吗？我吴越前世，上奉中原天子，下奉一军12州军民，不敢与残民虐主之贼共立朝堂。大可汗军威雄壮，能连州郡，能摧万军，却不能行人话，张忠树结人心。吴越武肃王不孝子孙钱弘处，宁身死国灭，不能奉无义之天子。哪里来的黄口小儿，敢在这胡言乱语？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贵人，皇土如此，胡乱说话，不能放过！快，让下人过礼，尽快抓上查访。训斥几句，训斥几句，以便赦了他。早该把天子还了。贵人，皇主一传。贵人，保护陛下！让他我。想尝尝你是什么味道。莫再动手！还是个娃娃！让开！莫动！太尉星，我要与南方小孩子计较。儿童想造反！是非一定是有的，千秋史册在上，江山梨树在下，此事万古不语。张太尉的伤不重吧？伤的未必有多重，人可丢大了，真是痛快。陛下，臣等在恭候陛下裁断。内汉，今日之事，还请内汉与灵构
日当着天子公卿的面行此节衰，小司公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，怕是神仙来了也救不得。内翰，九郎今日之举，是想为汴梁官民除一奸恶。朝廷与我吴越有机密之恩，九郎与朝廷方有拔刃之意。今日之后，无论谁为中国之主，诸位令公依旧是中国之臣。可是现在都袖手旁观，岂不是天下的忠义之士寒心啊？水舅君息怒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娟娘，外见天寒，小心冻坏身子。回屋歇息吧。阿兄，不是说大潮只是走个过场吗？如今午时都过了，怎么还未曾回来？刘将军，宫里有消息传出来吗？自打北国皇帝进了城，城防和界面军铺已经被皮氏军控制起来了，咱们的人出不去。还是没有消息，宫里应该出什么事了。便是元正日大朝赐宴，现在这个时辰也该散席了。大郎，喝点热粥吧。有劳嫂子。灵公，今日该是不会称臣了吧？陛下，急吗？朕哪儿敢急？朕不过是急了10余日，并要了国乔的性命，倒似朕急着要杀他一般。桑国乔是张彦泽杀的，与陛下无干。令公与国乔，若是觉得杜重威不妥，与朕直说便是，何苦如此？汴梁城数10万军民，说了整整10日。陛下，你听到了吗？原来如此。朕本无意要杀国乔。陛下也无意杀楚国夫人。朕明白了。张彦泽重伤，汴梁城内的南朝兵马总得有个安置。令公有何所见啊？陛下率貔貅100万，当不缺统兵之人。吴越，你说呢？陛下既然向冯令公垂询，或可使令公以太傅全东京内外兵马诸事。永康王所言，臣以为妥当。令公，如何？招披4袄，专藏首。夜赴3顷帕路头，冬去宾须畔，春来草自生。陛下恕罪，太傅一任，
小老子不敢奉诏。冯令公，让令公把话说完。若陛下允冯道一事，东京内外兵马，道或可勉力为之。令公但讲无妨。检校司空钱弘处，殿上无状，冒渎朝仪，当去其绝路，发诸南狱安置，使有司详论其罪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陛下有诏，朕以道魁任庙堂之鸿谋，以法守听官府之小治。太尉冯道得披两朝，贤生远步，筹谋宏远，错置有度，可特授全东京内外兵马事，于如故，可。令公，与我吧。门下，府有功必赏，有罪必惩。检校司空镇海、镇东两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、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为众藩镇，执司荣律，殿上无状，冒渎朝仪，无宫中之节，有违例之谦。赛月近身之意，何从辅治之诛？特事宽恩。辽从薄浅，以削除在身官爵、职事、差遣。下御史台狱详论其罪，可。陛下，妙魔独运，锐剑万里，臣等奉诏。臣等奉诏。